这辆车真的才买不到1天罢了的。它的 meter 出了这个东西，当时候是有吓到我一下，转的时候会有发出一点声音，一点异响。我知道很多人会对 Honda 这个品牌有蛮大的期待啦，对我来讲啦，就是一辆车，有点烦人啦，毕竟那么新的车。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仔。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这个2023的 Honda City。没错啦，我之前虽然已经拍过影片了，不过那时候是在 showroom 拍的。showroom 一般上他们的 demo car 都是最高 spec， 所以那时候也只是拍那个 RS 的 Petrol 还有 RS 的 EHEV。今天的这辆没错，它就是 V spec， 就是在 RS Petrol 下一个 spec 罢了啦。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究竟有没有必要加钱上到那个 RS Petrol， 然后这个 V spec 跟 RS 之间少了什么样的东西，再来给你3个值得购买 Honda City 2023的理由。最后按照频道惯例，当然也会为大家讲讲这个 Honda City 的通病以及维修保养注意事项。那么在影片接下去之前，又要再麻烦各位帮我点个赞，顺手再来一个免费的订阅。除了 review 新车、二手车之外，这个频道还会讲解到关于一辆汽车的维修保养，以及之后你会面对的一些通病等等的车主须知事项，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啦。那么你想要看到什么车的这些维修保养等等，都可以先留言告诉我。当然最重要是要订阅频道，不然我更新影片了，你没有收到通知就 miss 掉了。首先外形方面的话，这一次这个2023 Honda City 它的前脸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它的 Chrome 的面积已经变得更小，变得更细，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差异啦。至于头灯组这些大部分的东西基本上都还是一样，就只是在它的 bumper 的这些 accessory 上面做出了一点改变而已。车头灯同样延续了这个非常漂亮的 LED 给你，包括这个 signal 同样也是采用 LED。这个 Honda 的 reflector LED headlamp 我怎样看都怎样帅哦，包括以前 Civic SC 它这个 reflector 的形状设计就看起来好像钻石的感觉，看起来有很贵的那个感觉啦。当然实用性方面也是不错的 ，LED 怎样都好过黄灯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纱笼随着这个 Chrome 的面积变小，它的纱笼的面积就变大，然后样式也是采用比较简单的横线条这个等下我对比一下 RS， 大家可能就看得出它的分别。这个横线条看起来整个车就比较斯文一点没有这么凶。然后我们往下面看雾灯座同样有改变，然后到这个 bumper 的比较中间这部分，同样也是和 RS 版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来 RS 版在这个雾灯座多了一个 body kit， 让它可以连接到这个 bumper 的中间。所以的话，下纱笼的这个部分你就不会看到有这个一条红色线，也就是车身器的出现它都是采用 carbon fiber 或者是黑色的 plastic。这个 RS 的 body kit 我觉得是成功的啦，是好看的，真的是看起来会比较运动一点，也不会到很夸张的感觉。RS 版它的纱笼样式无论是上下都是采用蜂网状的设计，上面的这个部分就有点像是 WRV RS 的那个感觉，只是它没有加上 Chrome 来做那个钻石的样子而已。来到车侧车顶上面同样已经是采用这个 Shark Fin 的 antenna， 现在应该也没有车会用一支那种很老土的 antenna 了吧。然后我应该也讲过蛮多次这个 City 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它侧面的这个比例车头好看，车尾好看，一看到车身侧面整体就是感觉那个屋顶和车顶很高拱着背驼背这样子的感觉。不过在这个2023的小改款过后车身长度是有加长了一点点，我觉得就是车头车尾可能这个 bumper 设计长了一点点而已啦。现在看起来好像就还好，比较没有那么的驼背了。再来这个 rim 方面的话，它是和 RS 的汽油 EHEV 版本一样的设计，一样的尺寸，不过就是在配色方面没有错，这个 V 看起来就非常像是 low spec 车。在这个 RS 版本上面，它的配色就是采用现在烂大街的 dual tone， 不过确实看起来真的是会比较像是高配的车啦。然后这一次这个 Honda City V spec它的一大升级，也就是它的后轮多了这个 disc brake， 在还没有改款之前应该只有到 RS 的那个 EHEV 才有给你 disc brake 而已。车尾的话整体改变幅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其实它这个后面的 bumper 整片也是已经换过新的设计，并不只是加 body kit 就叫做改款。最明显就是之前的这个 reflector 已经不见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只有一个开口的形状和线条而已。当然它的车屁股我觉得也非常平，也就是它和 RS 版的一个区别，就是少了这片小小的压尾。现在的车没有压尾哪里可以？
同样，这个非常精致的尾灯，非常 Three Series 的尾灯，一样有保留下来，一样还是这么的好看，这么的漂亮。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啊，里面的灯具并没有经过升级，这个 Signal 还是采用灯泡 ，Reverse 灯我相信也是灯泡啦。然后这个可以看到啊，它的 Brake 灯是采用4格的 Reflector， 这个就还是给你 LED 啦。还有就是这个改款之后的 City 啊，它的 Bumper 底下又多了一个装饰件，然后这个 Reflector 是放在这个位置。这个也是在改款之前我比较不太喜欢的啦，就是改款之前的 City 啊，它的车尾就整片都只是车身漆，它底下也没有黑色 plastic 或者是讲 diffuser 来做装饰，除非你要上到 RS 啦，普通的汽油版之前是没有，现在的就加上了一点黑色的装饰，整个看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单调。然后这个后斗的空间，按照我的目测真的是很大，我觉得应该有接近以前可能10年前的 C segment sedan 的容积了。大是肯定大，够用，我相信绝对是够用啦。不过它的这片板啊，遮着 Spare Tyre 的这片板，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粗糙一下，它就真的是一片木板哦，就只是在木板上面粘了这一片 carpet， 重点是粘也粘到不好，我轻轻掀一下就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啊。Honda 真的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省钱，看见的地方很敢给你。这个板大家应该都是用木的没有错，不过这个 Honda 就包到很薄，就真的是1层而已，可能你包多一个2层。看起来也不会这么明显的廉价的感觉嘛。来到内饰的话，基本上你讲改款啊，我是感觉不太出来哪里改啦。内饰就很大程度的跟没改款之前的是一模一样。不过这个 V Spec 跟 RS Spec 其中内饰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啊，就是它的这个 meter。可以看到这个 V Spec 的 meter 左右都还是采用传统 analog 指针式的，只有中间有这个小片的4.2寸 TFT Digital meter。再来，当然少不了我最爱的这个非常精致的冷气旋钮。现在 Honda 全家族都用这个冷气旋钮，这个叫 Good Job。除了那个 WRV， 还有一个不同啊，就只是材质和配色上面的分别而已。这个副驾驶贯穿到 Center Console 的这片钢筋黑的面板啊，如果是在 RS Spec 的话，它就是采用酒红色 Matte 色的一个装饰件。还有就是软材质方面，Honda 就是在这个靠近脚啊扶手箱的位置就有给你软材质。上面的 dashboard 就一样，还是给你 plastic。再来到 center console 的这个区域啊，可以看到 Honda 真的是给你很大的空间使用，不是讲大了，不过多是真的多，很多这种零零小小的这种格子啊，可以给你放手机啊，放锁匙，放什么都好啦，各种各样的形状都适合你放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包括前面这个置杯架，置杯架上面的再上面都有很多的这种储物格，可以给你放电话、放锁匙什么。再来可以看到这个冷气的边框啊，也是采用这种 matte 的 silver， 这个就给我想到欧洲车的感觉啊。他们现在都蛮流行用这种配色，看起来又不会像 chrome 这样太 cheap， 也比较 atas， 比较有quality的感觉啊。这个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它的门把手不要采用这个材质呢？还是采用 chrome？ 车里面都没有 chrome 了嘛，怎么不要一律都采用这个 matte silver？ 这个 meter 就如我刚才所讲到的啦，就是 V Spec 和 RS 版本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然后 V 同样有给你这个 Eco 的 button 啊，我直接把这个 RS Petrol Spec 放出来给大家看，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 RS 就非常耀眼的多了这一条红色的 highlight， 然后剩下 Matte Silver 的部分啊，这个 RS 都是用上亮黑色 Piano Black 给你，也多了一个 Alloy 的 Brake 和油门踏板。来到后座 V Spec 同样和 RS 大家都一样啊，都是有给到你这个冷气出风口，只是这个装饰件的颜色不同而已，就如我刚才所讲到的啦。然后它的风量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偏小啦，我要开到完，它应该是跟前面这个 Aircon 控制的，你要开到很大的风给后面吹的话，前座的2位就会很冷，如果前座2位的风调小的话，后面的风就会没有那么够，这个是一个小缺点啊。空间方面的话，你就不用质疑 Honda 向来都是乘坐空间非常大的，尤其是我的腿部空间啊。然后我就发现到一个秘密啊，我不懂这个 City 是不是跟 City Hatchback 一样啦，据说就为了这个 Magic Seat 就把油箱放到副驾驶的座椅底下，所以呢，我觉得后座的地台啊非常神奇，后座的地台反而会很低，甚至低过前座2个的地台，这个就导致你的腿部站着的那个空间啊就会比较直，也比较多。前座的话这样子是看不出啦，如果你有去到 showroom 就可以前后座比对一下，可能就是因为把油箱放在副驾的椅子底下，所以后座的这个地板在接近前座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往上升的感觉。
整体的空间感以一辆 B segment 来讲的话 ，CD 是绝对及格。后座的话绝对是超出及格 ，CD 的后座是真的大，前座就我做到是 OK 啦，可以接受标准的 B segment 啊。来一个彩蛋，就在我顶着大太阳拍摄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到它的 meter 出了这个东西，当时候是有吓到我一下，不过仔细看，小事情来的啦。不懂各位 CD 车主或者是讲 Honda 车主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再补充几点我没有拍到，不过是 V-Spec 跟 RS 之间的分别啊。首先 Honda Connect 这个只有在 RS 版本才有 ，V 或以下的汽油版都没有。再来就是V 以下的汽油版都是采用有线的 CarPlay， 2个 RS 版就是采用 Wireless CarPlay。Rim 方面刚才也拍给大家看了，不过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 V 下多一个 spec，S 的 spec 它是采用15寸小1寸的 Rim， 不过它的配色却是采用多痛，这个就非常奇怪了。当然这个多痛看起来更加好看。然后我也看过车主群里面有人就真的是因为这个 Rim 而选择拿 S spec。所以我总结了3点 V-Spec 值得购买的理由。首先就是它的配备非常足够，该有的东西几乎都有了啦。再来就是你不在乎外形，你就只是把车当一个工具而已你不在乎它是不是长得很特别，长得很帅，你只是坐在里面用车，我要用罢了的。这样子的话，这个 V 就是非常适合。再来就是你需要急用车。现在目前这个 V-Spec 可能会比 RS 快一点拿车，好像今天这一辆的车主其实也是跟我们买的。然后也是目前我们可以找到 spec 比较满，然后也有现车的一个 spec。至于这个 CD 它开起来的感受有没有什么特别？我只可以讲，对我来讲就是一辆买菜车。我知道很多人会对 Honda 这个品牌有蛮大的期待啦，可能会觉得它的动力很猛还是这样子。不过这个没有 turbo 嘛，毕竟它就是一个1500cc 的 iVTEC 引擎。是没有错，它的马力输出方面是以 1.5 L 来讲，确实比较高一点，肯定是比 Vios 来的高啦。不过就我驾到的这个加速感，我觉得跟 Vios 其实是不相上下，并不会很明显的讲，CD 好像特别有力，踩了会有那种特别的快，就是他们的加速感真的是非常的像，并不会讲有一款特别有力如果你是盖着我的眼睛给我去踩的话可能我都感受不出谁是谁，因为真的是没有一方有特别突出这个也是因为 CD 本身是比 Vios 重了接近，如果没有错的话接近了一个100多 kg， 在推重比的关系之下，也就导致他们的加速真的是差不多啦。再来就是不懂是我的心理作用嘛，我在转 steering 的时候也没有用到很高的速度嘛，就正常转 steering出入口什么，我就觉得它这个 steering 在转的时候会有发出一点声音，一点异响。我知道电子 power steering 原本就会有一个电子的声音的嘛，在转 steering 的时候。不过这个 CD 的就有点太明显，也不懂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啦。这辆车真的才买不到1天罢了的 Steering Rack 的通病已经处在埋伏期了。这样都讲到 Steering Rack 哪里可以不来讲这个 CD 的通病？没有错啦 ，CD 乃至整个 Honda 家族的通病就是这个 Steering Rack， 包括 Civic 都时常可以看到 Facebook 有车主分享 Steering Rack 坏的这个案例啦。再来就是之前讲有这个 CVT choking 的问题我当天试驾到的时候其实是还好，我并没有很明显的感受到，所以这个可能每个车都会不同，这个有车主也是欢迎分享啦。再来就是蛮多车主也分享讲说他的这个皮椅比较容易开裂，这个你讲是小问题，确实是小问题啦，它不影响驾驶嘛，不会因为椅子的皮开裂就把你丢在路边嘛，重新包过就好了。不过就是有点烦人啦，毕竟那么新的车嘛。再来就是 Honda CD 一路以来的这个通病就是在驾驶方面，它的高速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漂浮，这个无论是上一代甚至上一代都会有这个问题。会造成这个原因的其中一点就是 Honda 给你的原装轮胎尺寸是比较窄，它的尺寸也是很怪只有185而已。这个可能你在后期你换过一条大压，换过一条 rim 阔一点的，接触地面的面积更多 ，grip 更多，可能这个漂浮感就会少掉一点点。当然 Honda 给你原装185也是有它的用意就是要省油，阻力比较少嘛，阻力比较少，自然带来的是省油。然后也可以给你一个借口，把车去 low 稳，看会不会稳定一点点再来就是它的 meter 会突然间亮一堆灯，这张图也是我找到蛮新的车主分享的啦。这个有可能就是 Honda 先进的一些 sensor 所造成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车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多电子配备，可能哪一个 wiring 不对劲 short 一下就会亮很多灯。心脏够强大就 OK 啦，其实是小事情来的。
你只需要回去原厂进行 reset 就 OK 了的，并不会影响你正常驾驶。保养方面的话 ，CD 第一次1000公里的 inspection 是不需要给钱的，并且它在1万公里需要进行1次保养。然后 CD 啊，它的东西一般上都比较集中更换，可能你给钱结账的时候就会痛一点啦。CD 的一般保养从200到900块不等 ，price range 就比较广。好像讲它1万的话是260多块，2万300多块，3万400多块，4万接近500块，就它比较跳来跳去这样啦。之前我有找过这个 Toyota Vios 的2023的啦，它的这个保养方面的费用价格方面就会比较固定一点，不会一下跳很远这样的感觉啦，比较平均。然后这个 CD 它比较重本的保养啊，是出现在10万公里、100千公里，这次的 service 你需要给到712块。主要多换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它的 Spark Plug， 价格是528块。再来就是在12万公里的时候，120千，价格需要940块。这个时候啊，更换多了的东西啊，就是 Dust and Pollution Filter， 我们讲的冷气 filter 啦，就是车室内的 filter 啊。这个的价钱，就如我之前的影片都有讲过 ，Honda 的 filter 就是比人家贵了。单是这个室内 filter 就要花234块。再来啊，在这个12万公里的时候，还需要更换 transmission fluid 加上 drain plug 哇塞，这个需要140块。所以你在这个12万公里的话，就总共需要出到940块。再来啊，这个就比较遥远了啦。这个是在20万公里的时候，需要出到1117块。其实Honda给你的最后一次 free labor fee 就是在10万公里。所以10万公里过后啊，这个价格都会有一点点的高，就好像12万公里啊，它的 labor fee 就需要232块，而在10万公里的时候是 free labor fee， 所以就可以压到在700多块了。想象一下，10万公里的 service 是没有 free labor fee 的话，可能800块、900块是要的啦。讲回来 ，Honda 给的这个 service guide 最后一次的20万公里，总共需要花到1100多块。第一，它多了这个 labor fee， 价钱也比较高。再来就和这个12万的项目基本上是差不多，不过它就多了一个coolant需要进行更换。这个 Honda 的coolant也是蛮耐一下的哦，可以到20万公里才需要换。都看到这里了。review 完车还带你来了解保养车、养车事项、车主须知事项的博主啊，真的是不多了。这样子不要错过我的影片的话，就记得要先订阅、再按赞，再来打开小铃铛。也可以先留言告诉我你想看的车，之后有机会的话都尽量拍给大家看。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仔，拜。